天使美少女居然穿裸体围裙勾引恶魔，就问这谁顶得住啊？反正阿九金的脚当场就变得硬邦邦的了。没错，这两个低攻低防的菜鸡又开始互相伤害了。今天一到班上，天音就觉得不对劲儿，1个小时后开始汗流浃背，因为他发现隔壁的阿九金竟然比平时还要更加的耀眼夺目，在发呆的时候还伸出手指戳他柔软的小脸蛋儿。这似曾相识的场景让天音以为这人再一次向自己发起进攻了。身为天使，他怎么可能认输？当即使出浑身解数反攻，首先是故作可爱的跑向目标，想撞进他的怀里，结果对方一侧身让他扑了个空。天音本来担心是自己的魅力下降了，可看其他男生全都被迷得七荤八素，那就肯定是阿九金的问题。他又撩起头发，露出完美的侧脸，故意解开扣子，摆出诱惑姿势，但阿九金全都视而不见，甚至一句话就轻易破开天音的防御。今天怎么不扎双马尾啦？很适合你呢。天音出师不利，决定直接放大招，悄悄跟踪走出教室的阿九金，看到他正在下楼，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蹬着周围的墙壁就飞身跃下，飞扬的裙摆恰到好处的遮住了引人遐思的地方，只需要撞进阿九金怀里，他的计划就能成功一大半。然而下一秒，阿九金干脆利索与他十指相扣，另一只手将人揽在怀里，来了一个3600度托马斯回旋卸力后，单膝跪地，且不忘护住天音的脖子。可恶，瞬间心动，天音输得一败涂地。但这还没完，阿九金主动提出要送他去医务室处理好扭伤的部位后，天音一瘸一拐的走了出来，刚好看到阿九金喝完一口水，为了扳回一局，他拿起那瓶矿泉水看向阿九金，这要是喝下去可就是间接接吻了。这样的刺激对纯情少男来说果然还是太过火了。然而阿九金意料之外的羞涩却反而让天音跟着不好意思起来。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这小子是故意的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不喝就相当于认输了。天音看着瓶口迟迟下不去嘴，干脆故意将瓶子抛了起来，洒落的水将他的衣服和头发打湿，好一个美人出浴。没想到阿九金眼疾手快，将外套脱下抛到了他的身上，还不忘贴心提醒，这样可是会感冒的，要穿好衣服哦。天音足，羞耻度爆表的天音趴在课桌上不敢再抬头，好友西厢过来关心他，天音就问有没有什么可以瞬间捏爆男生的心的东西。这个嘛还真有。得到建议的天音放学后就采购好了装备，他要邀请阿九金来自己家玩，没想到还没进家，阿九金就破防了。主要是他住的豪华公寓比阿九金住的豪华的太多，但豪华大餐还在下面。阿九金还没来得及伤春悲秋，就看到只穿了一条围裙的天音从厨房走了出来。什么美人计？我才不吃这一套呢！兄弟，先让你的脚软下来再说这话。阿九金怒斥天音太过放荡，结果人家其实穿了背心和短裤。不知道为什么阿九金还有点淡淡的失望。紧接着两人美美的吃了天音煮的意大利面大餐。等着天音吃完意大利面之后，阿九金得意的介绍了自己的主要食材青椒，然后毫不意外的受到了嘲笑，但这却让两人之间的气氛愈加融洽。吃饱喝足后，天音又拿出影碟想跟阿九金一起看，可是阿九金想看另一部《漫天飞虫》，天音说什么也不同意，因为他害怕虫子。一番争执之后，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一部爱情片。不过众所周知，爱情片里面都会有这样一些场景，屏幕上电影的男女主角在激情打啵，而且是干柴烈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看着阿九金不自在起来，头上的脚也跟着梆梆硬，悄悄回头看了一眼天音，发现他看得正专心，嘴还情不自禁的跟着张了一下。这色气的表情让阿九金更加压抑不住。紧接着两人又不小心对视了一下，互相都注意到了对方通红的脸颊。为了打破尴尬的氛围，天音起身去买饮料，结果起得太猛，伤到了之前扭到的脚，身体不自觉的倒了下去。阿九金立刻抓住他的手，把人带到了自己怀里，没想到天音又反手把他拽了下去，最终变成了如此尴尬又顺理成章的姿势。看着身下衣衫不整的天音，阿九金心里那股热气再也压抑不住，两人久久凝视着对方。终于阿九金抬手拿掉了天音的眼镜，天音顺势侧过头，像是默认了他接下来会有的举动。就在两人的嘴唇即将相碰时，一阵闹铃声打断了这暧昧的氛围，也打断了他们要做的事情。天音一看已经9点了，阿九金也赶紧告辞回家。等他离开后，天音进行病史报告，脑海中却还在不断的回味着刚才的场景，而每次回忆
心口都会难受起来。这究竟是什么感情呢？当然，有同样疑问的人还有阿九金，他们不约而同的产生了一个想法：难道我被攻陷了吗？那天晚上，天音失眠了整整一晚，以至于第二天在课堂上直接睡了过去。再次睁开眼睛，居然身处郊外，而且似乎进入了乙女游戏的世界，攻略对象就是他最熟悉的阿九金。天音心一横，干脆决定利用这个做出对付阿九金的攻略。没想到这恋爱游戏全是 bug， 经历了只剩一个头、衣服消失等 bug 之后，终于来到了约会这一步。一想到接下来要跟阿九金约会，天音就有点心潮澎湃。结果抬头一看，只剩下一半身体的阿九金正在空中摇摆。好不容易阿九金坐到了他身边，天音却不敢直视他的脸，做好心理建设才回头。没想到阿九金突然摸上了他的脸，直接来了句深情告白，并且让他闭上眼睛。紧接着天音面前出现了2个选项，闭眼还是不闭眼。这种情况肯定是不闭呀，可在按下选项的那一瞬间，天音却又有些犹豫，他忍不住想知道选闭眼会发生什么事，会继续那天晚上的事吗？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他还没来得及做出选择，阿九金就被突然出现的武士一刀捅死。临死之际，再一次对天音深情告白，希望他能再给自己笑一个。说完后就彻底挂掉。天音仰天大喊阿九金的名字，旁边的阿九金看他挣扎的样子，赶紧把人叫醒。看到面前安然无恙的阿九金，天音瞬间眼泪汪汪。阿九金没死，真是太好了。看他似乎不太舒服，阿九金和西厢就把人送到了医务室。天音这一觉直接睡到了下午，刚醒来就听到阿九金的声音，吓得赶紧躲回了被窝里。不知道阿九金过来有什么目的，想着想着就脑补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。大胆恶魔竟敢袭击睡梦中的天使美少女，天音绝对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，准备先下手为强。结果刚钻出被窝，就看到阿九金扯开领带，吓得又钻了回去。这小子该不会是想趁我睡觉的时候对我降酿吧？于是天音直接对他进行了捆绑 play， 甚至还摆出了这样的 pose。好家伙，原来你也是 caster 吗？阿九金赶紧解释自己并不是想对他降那样，解开领带只是为了露出脖子上的纹身。他希望天音能帮自己解开这个项圈，不然的话自己岂不是以后都去不了超级浴场和泳池了？等等，你不是为了找爱豆才来人间的吗？天音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。阿九金便告诉他，其实自己在魔界的生活并不是很顺利，来到这个世界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伙伴，感觉很充实，所以除了工作以外，他也想尽全力的享受这边的生活。不过对于住在闪闪发光的世界的天使来说，或许无法理解吧。没想到天音竟然反驳了他，倒也没什么不明白的，正因为有同病相怜的感觉，天音才终于松口，可以帮他把那个纹身修改一下。可是才刚把魔力输入进去，项圈里面就钻出来一个美少女，而且一出来就不由分说的幻化出武器，朝他们发起进攻，挥起斧头就向阿九金劈了过去。原来这个美少女是天音的人偶，也是专门对付恶魔的兵器，只是现在看来似乎失控了，居然连天音这个主人都攻击。教室里的动静很快引来了秃头班主任，人偶一看到班主任，立刻丢下阿九金和天音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阿九金和天音同时出手，一个护住班主任，另一个用锁链困住斧头，然后收紧锁链，将人偶重重甩了出去。在这种紧急关头，秃头班主任居然还在说废话。天音受不了陪着班主任一起演的阿九金，直接用锁链将班主任拖走，趁着锁链束缚住人偶的时候，和阿九金一起从窗户下跳了下去。果然人偶很快就追了上来，天音立刻撑开结界，这样他们的战斗就不会被外人知晓了。两人毫无顾忌的火力全开，可人偶仿佛被神秘力量给加强了，居然瞬间就能挣开天音的锁链。在躲避攻击的时候，天音注意到了人偶背后的纹身，突然间恍然大悟，却也因此愣了一下。阿九金见状，主动朝人偶冲去，却被轻而易举的一脚踹飞。紧接着就看到人偶走向天音，而天音此时还没有回过神来，仿佛在透过人偶看别的什么人。眼看那个大斧头又劈了下来，阿九金直接用自己的手挡住。被阿九金提醒过后，天音也重拾天使的尊严，绝对不能在这里倒下，然后起身和阿九金并肩作战，告诉他这家伙应该是被人操控了。接着说出了自己的对策。阿九金率先冲向人偶，却并没有向对方发起攻击，而是一拳砸向地面，荡起浓重的烟尘。在这烟尘之中，根本就无法分辨攻击会从哪方向过来，而且来的也不一定是实体。在阿九金和人偶缠斗的同时，天音从天而降，一掌拍向人偶背后的纹身，结果里面竟然钻出无数条小蛇。天音一把抓住蛇头，将其硬生生的扯了出来，终于将那条蛇扯断，人偶也随之消散。称赞了一下阿九金刚刚的表现，身体就不自觉的倒了下去，结界也跟着缓缓消散。与此同时，一个黄毛大姐姐看着手里碎掉的红宝石，自言自语的感慨，居然能破坏我的蛇，她还有这等力量吗？毫无疑问是人偶
失控的始作俑者。大姐姐便让身旁的青年去看看情况，而阿九金也将天音送回了家里。看着美少女的睡颜，他忍不住疯狂心动，回过神来，赶紧把被子给人盖上去。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裤子却被天音下意识拽住。看来今天晚上注定要和美少女同处一室了呀。